1943年，随着苏联的反攻，盟军也开始酝酿着从英国横渡海峡，在法国登陆。如此一来，德国纳粹就成了夹心饼干，将受到东西双线的围剿。对此，希特勒早有防备。自1942年起，他就策划着在法国西海岸修一条长达4000公里的防御带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西洋壁垒。其海岸沿线一共密布着2万多个碉堡，每个堡垒都装备了一门加农炮，通过前岸指挥所的观察，能精确摧毁20公里外的船只。为修建这条庞大的防线，德国一共征用了50万法国劳工以及各国俘虏，并投入了1300万吨混凝土和10万吨钢材。但这项浩大的工程，直至盟军1944年登陆时仍未完工，只是个半成品，就跟马奇诺防线一样，看起来固若金汤，实则上却不堪一击。所以德军统帅隆美尔最关心的是盟军会在哪里登陆，只有猜对地点才能集中兵力巨额歼之。从地图上看，英国多佛尔港到法国加莱港仅有60公里，是两地之间距离最短的一条路线。隆美尔因此认定盟军会选择在加莱登陆。然而盟军通过破译电报早已预判了德国的预判，所以把目光转向了诺曼底。这里距英国有100多公里，但防守薄弱，地势开阔，便于大部队展开行动。为了加强德军的错觉，盟军在多佛尔集结了一支假军队，摆放了大量的充气飞机，伪装出一副要进攻加莱的样子。信以为真的德军便在加莱重兵设防，布置了整整23个师，诺曼底则只放了6个师。隆美尔还大力加强了这2处海岸的防御工事。他在海滩的高潮线和低潮线之间布置了50多万个障碍物，包括刺猬钢锥、铁皮木桩、锥形水泥桶。每个障碍物都连着3层致命的地雷，一碰就会爆炸，如此便能困住或摧毁盟军的登陆艇，让岸上的德军炮火肆意射杀。可以说，这就是专门为盟军准备好的屠宰场。按照盟军的计划，登陆诺曼底之前，伞兵得趁着夜色占领2侧的交通枢纽，阻止德军增援。可这需要晴朗的月光才能精确地找到目标，登陆部队则需要在清晨退潮时才能避开那些致命的障碍物，否则就会撞上德军精心布置的陷阱，全军覆没。经过气象专家的计算，在暴雨连绵的6月，仅有5号、6号、7号这3天才同时满足这种苛刻的天气条件。1944年6月5号，盟军发起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2栖作战，代号为霸王行动。参战士兵达200万人，各式舰船5000多艘，还有2万架飞机提供空中掩护。相比而言，德军在诺曼底仅有9万人，飞机只有300架，海军更是少得可怜，只有几十艘小型舰艇。盟军在海空方面的绝对优势，其实已经决定了德军必败无疑。6月6号凌晨，为提高奇袭效果，盟军派出几十艘小型船只佯攻加莱港口，同时往空中抛洒了大量锡片，在德军雷达上制造出飞机来袭的假象。另外一边，2万名伞兵像撒胡椒面一样降落在诺曼底2侧，趁德军还没反应过来，他们便迅速占领了交通要道。法国的地下抗德组织也纷纷响应，连夜去破坏铁轨，阻停火车。如此一来，前线德军的补给线被完全切断，增援部队一时间也难以到达。紧接着，盟军出动了1万多架飞机，对德军海岸防线的堡垒、后方机场、桥梁道路展开了狂轰滥炸。退潮后暴露在外的陷阱障碍也几乎化为了一片残渣，彻底为登陆部队扫平了道路。按照计划，英加联队从左翼的3个码头登陆后，要先占领地势开阔的卡昂，阻止德军的装甲部队在此集结。美军则负责登陆左翼的2个滩头，再从后面绕过去攻占色堡。这是诺曼底唯一能停靠大型运输船的深水港，有了它，才能源源不断地把补给运到前线。6月6号黎明，在飞机舰艇的火力掩护下，第一批盟军乘着登陆艇成功上岸。直到此时，德军司令部仍认为盟军是佯攻。而在登陆行动中，最倒霉的要数美军。情报显示，奥马哈滩头只有1个营，实际上却驻守着一支装备精良、经验丰富的德国师。更糟的是，由于轰炸精度不够，奥马哈阴差阳错成了漏网之鱼。无论是防御工事还是滩头的障碍物，几乎都完好无损。所以美军才刚刚抵达海滩，便困在了密密麻麻的钢锥木桩里，只能从深水中离开登陆艇。进退两难的士兵们顿时成了德军的活靶子，短短4个小时便伤亡了3000多人。美军指挥官泰勒当时说了一句话，后来被广为传播：这个滩头上只有2种人，已经死掉的人和正在等死的人，反正横竖都是死，还不如大家一起硬着头皮冲上去。而后方舰船源源不断地为美军提供火力支援，各种重武器也陆续运抵岸边。一批连队打残了，立马又有新的连队顶上来。
而德军只是一支得不到补给的孤军，任凭他们如何老辣，也抵挡不住这种连绵不断的攻势。傍晚时分，美军经过多轮的浴血奋战，终于拿下奥马哈，在滩头建立了阵地。相比之下，其他几支部队的登陆较为顺利，犹他滩头的伤亡仅有197人，英国军队则以伤亡630人的代价成功突破滩头。至此，那个号称牢不可破的大西洋壁垒开始崩塌。就两期作战来说，最关键的就是登陆后的12个小时。此时盟军因为晕船呕吐、地形陌生，正处于惊魂未定、最为虚弱的时刻。这本是德军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。可盟军登陆这天，德军统帅隆美尔偏偏在家给妻子过50大寿。诺曼底的好几个师长也都赶去200公里以外的军部参加沙盘推演。在最初的8个小时里，德军群龙无首，乱作一团，都在苦等希特勒的命令。但希特勒下达的唯一命令就是在早上9点以前不要吵醒他。当天下午，隆美尔终于得到希特勒的命令，调动装甲师发起反击。但盟军大部以登陆上岸站稳了脚跟。面对这雷霆万钧之势，加上空军的优势火力，德军根本无法发动有效的反击。6月26号，美军成功包围了色堡。那位驰骋疆场的德国名将施利本，不等下属奋战，便早早地举起了双手。当美军用喇叭向城内的守军喊话劝降时，德军指挥官却凛然说道：“我们只听过向大炮投降，还没听过向喇叭投降的。让你们把喇叭关上，再打几炮过来。”随着美军象征性的打了几发炮弹，德军果然一一放下武器，走出了堡垒。几天下来，色堡投降的德军共计有3.6万人。按照原计划，卡昂本是进攻德军阵地的重要跳板，但11万英军在此激战1月有余，却寸步未进。无奈之余，美军只能从科滕方向寻求突破，但此地丛林密布，如同迷宫。残余暗处的德军利用这种地形优势，跟美军玩起了躲猫猫。美军防不胜防，频频遭到伏击。几天下来，便有数千名士兵在此牺牲。7月中旬，盟军总指挥蒙哥马利命空军对卡昂展开了地毯式轰炸，几乎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。最终，英军才成功占领了卡昂市区。此时，盟军各部已连成一线，准备向前突破。但眼前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进攻，而是如何让士兵们吃饱。尽管获得了色堡，但为上百万士兵源源不断地提供粮食弹药，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。好在盟军专门带来2个巨大的人工港口，分别布置在英美两军的滩头上。这种英国制造的人工港口重达6000多吨，像积木玩具一样，由145个不同型号的混凝土部件拼装而成。只要打开港口底部，放入海水沉下河床，上面再架设一座钢制浮桥，便能投入使用。通过它，盟军每天能保证150艘船在此卸货，这意味着一天就能向岸上运送7000辆战车、15000吨物资和数千名士兵。7月底，美军往德军11公里长的阵地投下了4000多吨炸弹，附近的村庄山头直接被从地图上抹掉。经过这种铺天盖地的轰炸，美军终于撕开了德军防线，深入到法国内陆。英军也随之突破卡昂，和美军形成前行攻势，向德军发起了大规模总攻。8月中旬，盟军一路势如破竹，向着塞纳河快速挺进。无力回天的德军土崩瓦解，最终弃守巴黎，仓皇撤退。诺曼底战役至此结束。戴高乐作为法国临时政府的领袖，在流亡了4年后，终于重新踏上了故乡的土地。这英雄凯旋的一幕，其实也藏着颇多辛酸。流亡期间，他一直不受英美待见，包括这次收复祖国的霸王行动，也被排除在决策圈外。直到登陆的前2天，他才知道了整个计划。盟军甚至已经准备好替法国印制新的货币。在此次战役中，盟军的伤亡人数一共为12万，德军的伤亡人数一共为11.4万，但被俘人数却高达19万。而此次胜利彻底扭转了整个二战局势，加速了德国纳粹的崩溃。